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要先理清楚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这个只见己过，这个过呢，不是单指事项上的过错，而是泛指修道人的习气也算过了。连微尘般的小习气也算是己过只见己过这个见呢也不是事项上的看到，而是反观自照的意思是自己往内深观而发现自己的习气跟缺失之处。所以这个见跟过的解释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是大格局的这个才符合佛法的浩瀚无垠那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说过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意思是说，世间的人如果想要修道学佛的话呢一切尽不妨就是修什么法门都不妨都好最要紧的是常自见己过啦自己要时时反观自照，反躬自省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习气跟缺失这个意思。那与道即相当这样才是契合佛法的教理那整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诸佛菩萨的智慧法语跟古圣先贤的真知灼见的是道道相通法法相通是英雄所见略同就如呢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整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每天都再三反省自己替别人做事有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呢跟朋友相处有没有言而无信呢师长传授的道理有没有好好认真去实践呢这是曾子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做到3次这样的反省那我们不要说1日3省能做到3日1省就算是很不错的啦果然是名师出高徒那曾子也是孔子的学生我们如果能学会每天自我反思，就是常思己过了做到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人格修养一定会有所进步一个人对自己的身跟心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做自知者明就好像呢，明明身体已经不对劲了却不认为自己有病，那怎么可能去看医生呢？身体的病是这样人的习气跟过失还不是一样的道理有过而不能改，要如何能够超越跟超脱呢？那我们凡夫常常就是在重蹈覆辙，复制错误了甚至复制烦恼都会了那过失都很难改啦，改习气是更难到死都改不了所以佛法才说余习未尽嘛因为习气也不是这辈子养成的，前世遗留下来的，那长期的堆积呢造成什么身重难处而不见己过呢也是一种习气有些人呢对于自己的过失呢是视而不见从不自我反省总是喜欢用显微镜去放大别人的缺点那这也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凡夫的习气孔子在他的学生当中最欣赏的就是颜回，因为只有颜回能够做到不贰过永远不会犯上同样的错误了所谓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尤其能不贰过，那更是难能可贵也是很不简单那孔子很多学生做不到这样那我们凡夫也都是半斤八两所以才说能做得到呢就是善莫大焉
算了不起的啦。过去有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和尚啊，那他的某一位假弟子前来啊，叙述自己的见解是对的。那老和尚就回答他：“你是对的，你没有错。”过没多久呢，另一位弟子啊，乙弟子啊，也前来叙述自己的见解才是正确的。那老和尚听了之后也是回答：“你是对的，你没有错。”那一旁的侍者呢，看了这一幕呢，心生疑惑啦，就问老和尚：“师父，为什么他们两个人都是对的啊？”那老和尚回答说：“你这样问也是对的。”那这个侍者呢，瞬间的恍然大悟啊！那悟在哪里呀？悟在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而已。所以非对非错，对错不二是一体两面啊，跟福祸不二、顺利不二道理是一样的啊。就如有一次了一个海外分会的干部呢，团队了因为对某一项会务的推动呢，彼此意见相左而不知所措了，所以大家回来请示上人了。那上人听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呢，当众就开示说到了：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没有错，如果要说有错的话，那你们每个人都有错。没错都没错，有错大家都有错。那这也是一句深具哲理的开示啊，跟上面那位老和尚的开示啊是相互辉映的，充满了禅机啊。其实啊，我们人往往执着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却忽略了还有很多的面向是自己从来没有看见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习以谦卑跟虚心呢来面对事情。有一句古话描述得很好：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这个是在形容竹子跟梅花的特性也是在形容谦卑跟虚心的精神那这个低头叶呢，是指竹子所长出来的叶子呢，都是低头的，但叶尖是往下垂的，这是比喻一个人的虚心低头啦。那就好像稻穗，饱满的稻穗低头的意思一样啦。那无仰面花呢，是指梅花的花蕊呢，也不是往上仰的，而是向下的。那这个上联呢，是抓住竹子的特性，赞誉谦虚的美德啦。那下联呢，是刻画梅花的精神歌颂梅花不向上奉承阿谀的正气，以及不媚俗的这个风骨那松和竹在严寒中呢不落叶，梅在寒冬里才开花。那松是象征长青不老嘛，那竹是象征什么？君子之道那梅是象征什么？冰清玉洁所以古人把松竹梅叫做岁寒三友嘛，意思是说在腊月寒冬他们依然是长青他们在寒冬时仍然可以保持强韧的生命力所以人们就是拿松竹梅来比喻一个人有高尚的人格人性是大同小异一般人总认为自己是对的，那这样就不容易看到自己也有错的一面。相对的总认为别人是错的，那这样就很容易遗漏别人也有对的跟可取的一面其实这种事不必去观察别人观察自己就好，因为我们自己很可能稍一不慎就会造成这样的盲点所以要很警惕。唐朝的韩愈说过古之君子，其择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这个文言文比较难懂了我们直接听白话文就好了。意思是说，在检讨自己的时候呢，要严格而全面。那面对他人的过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心存什么？心存宽大跟简略，放过别人
这就是只见己过，不论人非的情操跟涵养意思跟待人以宽律己以严是一样的道理。那改变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静坐常思己过了，闲谈莫论人非。所以能经常往内深观，想想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跟过错，这样的福气就会跟着来。因为有自我期许的心胸跟雅量那有心就有福所以自然就会有福气嘛。那不能常思己过的人呢，甚至认为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自己都没有错，那这样就大错特错。那这样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傻，因为他觉得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别人都是错的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做错事情所以他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这样就很容易被六事所蒙骗，变成短视跟武断其实呢，这就是愚痴短见的盲聋之徒而不自知这种人因为自以为是，又自视甚高，吃的苦当然会越来越多常思己过了，就能够及时发现自己是不是迷失了方向呢？走错了道路呢？那常思己过就能及时的调整发现，找回自己要走的正确的道路。常思己过了，会发现自己的过失或缺失其实还有很多啦。因为有些事情自己认为是对的，其实不一定是对。想要见己过就要学习让心灵沉淀下来，就好像要澄清一杯污浊的水必须将它置之一处，久久不动。时间久了，杂质自然沉淀那这个清水自当现前嘛。这个时候杯子里面的杂质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也就是可以把自己的缺失跟过错呢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才说静坐常思己过嘛。意思是要先静下来，才有办法看清真相跟实相浑浊的池水看不清池底的景色同理，蒙尘的镜子呢，也很难反观自照啦。那个镜子是很脏的，看不清自己看不清镜中人明明是自己不对还强词夺理死不认错甚至还什么台湾话讲更小灯熊气究其原因就是内心深处还有傲气，骨子里有傲气，有傲气的人不容易放下自己拉不下这个脸爱面子所以才会更小灯熊气那不懂得静思沉淀来反躬自省的人呢，会有下面4种现象产生，很值得我们来互相警惕第一种，死不认错；第二种，心认错，嘴巴就是不认错；第三种，心认错，嘴巴也认错，就是不改过；第四种，一边认错一边犯错。那这个是指自己犯错而言当面对别人犯错的时候，状况又不一样处理方式又不一样面对别人犯错时，我们就要懂得先调服自己，调整自己，不是调整别人。因为看见别人犯错，而自己却升起嗔怒跟烦恼，这样就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嘛，这样就不好。相反的，别人犯错，我们如果能够先保持平静，再反观自照，想想自己是不是有做不好的地方跟他一样呢？这样的思维呢，就如近似语所说你要去数落跟批评别人之前要先想想自己是否完美无缺能够这样起心动念想一下呢，我们就比较会有同理心去善解别人更不会在别人犯错的时候马上就急着去指责别人，或者自己发脾气能够做得到这样子，就是懂得善待自己所谓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不管这3个人是什么人即使人家有过失，
我们也只能观其善，不观其恶，取其法，不取其恶。这个就是分别智。什么要取，什么要舍。好，那高僧大德跟诸山长老就是这样对待每一位他的弟子啊，包容他的缺点，重用他的优点。缺点的部分呢，对他循循善诱，耐心教导，让他自己从中自我觉察而改进。不用人家讲，他自己觉察之后就会改进了。那优点的部分呢，对他鼓励赞叹啊，并给他赋予重任啊，信任他还重任他啊。那这样子的身教就是观其善，不观其恶啦，取其法，不取其恶啦。好，这样就是近者悦，远者来啊。为什么高僧大德他的弟子们是近者悦，远者来啊？近在身边的弟子们，人人欢喜愉悦的亲近啊；远在他乡的弟子们呢，纷纷归来要来亲近啊。就是这样的道理啊。那《论语》有一句话说了：“君子成人之美啊，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啊，小人刚好相反啊。”意思是说，君子会帮助别人做好事，会成就跟成全别人的好事，让别人的好事能够做得圆满。但是如果别人做的不是好事，而是恶事或坏事，那君子就不会去帮助他哦，更不可能去成全他了。那小人刚好相反，因为小人看到人家做好事呢，或事情做得很成功呢，他就见不得人家好，而心生嫉妒，甚至障碍别人。而看到别人失败的时候呢，心中却有恶意的快感，这叫做幸灾乐祸了。君子成人之美，以佛法来讲叫做随喜功德，或随喜赞叹。随喜是随喜他善的一面哦，不随喜他恶的一面哦。别人做的是坏事、恶事、不好的事情，我们不随喜，也不去赞叹，也不去赞成，更不会去支持。那别人做好事，我们支持，我们赞成，乐观其成啊，这才是一个君子嘛，或智者之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了。那佛法也告诉我们呢，恶事向自己啊，好事与他人啊。意思是说，坏事要自己反省检讨，好事就要跟别人分享，或者把机会留给别人，这个就不简单了啊。其实这个就是修德了啊。如果有这种心量，那就是有德之人了。那不但如此哦，还要把做了一切好事的功德，通通归于三宝啊。这个就搞不懂了哦。我们已经是做好事无所求啦，虽然对功德也是无所求啊，没有求功德啊，那为什么如果有功德的话呢，还要通通归三宝呢？这个好好解释一下。因为功德通通归三宝，我们就比较不会起我慢心的啦，就不会好事做多了而一不小心升起了我慢心呢。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别人看得很清楚。这个在修行的道场或寺庙里面呢，更是看得很清楚。一般的慈善团体也是差不多，因为这就是凡夫性。所以要避免这样子的凡夫性升起来了，就要学习功德归三宝。这是佛法精深绝妙之处，充满了高深的智慧啊。那梁武帝就是佛事做多了而起的我慢心了，不是吗？因为他问达摩祖师啊，我盖了这么多的寺庙，也供养这么多的僧人，这样有没有功德啊？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啊。有我慢心的人才会这样问啊。如果功德通通归三宝了，而没有功德的有所求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我慢心呢，就不会这样子问啊，对不对？六祖坛经里面有一句慧能大师的话，叫做“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宣”呐。让则尊卑和睦，意思是说，如果人人都有谦让的心呐，
那在上位的人呢，就不会气势凌人了，就不会造成我慢了。那在下位的人呢，也能够和和互协，充分配合而一团和气。那忍则众恶无宣的意思是说，如果人人懂得堪忍那一切的不如意就不会斤斤去计较了，就能够止息喧闹跟纷争。这样就是所谓的公可示怒，让可止争，让可息争，也可以这也是一句好话了两句好话的意思都是一样那六祖慧能大师呢，还有一句无相记还有一首无相记，里面有说到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浊意思是，如果我们眼睛只一味的看别人的缺失或过错或一直在检视别人、数落别人这样也算是一种自己在犯过是偏邪不正的行为哇，那只是检视别人的缺点或数落别人的不是，对修行来讲，这样也是一种犯错听了真的会毛骨悚然是吗？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检视自己关照自己的话，心灵就比较容易懂得转化了，自然就不会有烦恼的啦。不过六祖的这句话有一个观点呢，我们要理清楚，否则会造成误解。什么误解世界人所犯的种种过失，我们如果浑浑沌沌都看不见，那不就变成白痴了吗？不是说学佛越久就越感觉敏锐、感受清楚吗？那为什么这样还会视而不见呢？看不见呢？其实不见他人过，或不见世间过，这个不见不是真的看不见，而是见如不见，见而不见。眼睛看得见，但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是这个意思啦。修行人总比不修行的人聪明多了嘛，有智慧多了嘛，怎么可能越修越成白痴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对不对？见如不见有看到，但是没有放在心上这个叫做不见世间过了。那后面这一句呢，又说得更明白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浊。意思是说，你要是见到别人的过失而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上，甚至挂在口上，常常说这个人的过失，那个人的过失你就是自非却是浊了。浊就是下降的意思了，意思是说你的涵养啦你的道业呢，已经在堕落，已经在下降了。意思是说，如果你是有定有慧的人，表现在外面或外在行为上面，自自然然就会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啦。意思是说，我们会很敏锐见到一切人的过失，但心里知道就好，不必说出来，更不要去评论。意思是这样子。那在《坛经》里面呢，慧能大师做出三番五次的开示呼唤这个徒众呢，要以反观自己的过失来作为主要的修行方法。他非常强调只见己过，不论人非的这种自我惭愧的精神。那印顺导师也是一样，导师在住世的时候呢，曾经在花莲的净思精舍呢，对信众开示说明修行不能好高骛远一定先要从反省自己做起。导师在开示中说其实不止修行人应该时时刻刻反省自己，每个人都可以经由关照自己的意念、语言、行为来调整自己待人处事的方式，随时调整自己啦。导师说学佛的人如果不反省自己，不改善自己，只是想学一些立竿见影的窍门，只想走捷径那是不正确的。学佛的人，第一就是要懂得反省自己，不要都在说别人不好，
要清楚明白，所有的问题都是在自己，这样才是正知正见的。那这样子的论调呢，跟六祖慧能大师强调在生活中要有自见己过的精神呢，都是在教导我们要把修行的方向回归到自己身上从觉察自己的不足之处来加以改善，这才是真正学习自觉之道了。我们一般人在最初学佛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的把佛陀的教示方法呢拿来批判他人，或者把近思语拿来教训别人把学佛的尺拿来量别人那在外面是慈眉善目回到家以后呢恶行恶状常常把积非成是的陋习呢置之不顾，贪嗔痴越积越厚造成学佛多年的修行的毫无进步更常常被生活上的琐碎事情弄得情绪不宁颠三倒四所以常常会变成在禅菩萨。原因在这里不是禅定的禅纠缠的禅什么叫做在禅菩萨？一边做志工要学习做菩萨，一边却烦恼缠身这叫做在禅菩萨。如果是出家人，一边出家修行，一边烦恼缠身，这个叫做在禅如来也是纠缠的禅。所以一切修行的菩萨都是只见己过，不论人非相反的，如果不见己过，那就不是修行人是修行人就是见己过。那很多人因为不见己过，所以学佛几十年，虽然优点有增加，但习气依然存在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别人守戒也好，犯戒也好，那是别人的事情，跟我们不相干。每个人自己都守戒，管好自己，叫做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的，这个就是戒和同修。那大家和睦共居在一起，这个叫做身和同住。人人没有是非争论，叫做口和无争。每个人都欢欢喜喜法喜充满，叫做义和同悦。那衣食住行大家都是平等的，平起平坐，叫做利和同均那以上这5个是佛法这样教导我们的，也是这样要求每一个想要修道的人一个行为的准绳那修道人为什么不见世间过呢？因为人世间是观法如画，哪来的过呢？那什么是观法如画？观世间一切如幻化，也就是《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简单讲，意思就是一切人事物不要太认真不要去计较不要去执着得过且过有什么好争执的呢？不二法门就是没有过也没有功，没有恶也没有善，心境是平等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分别跟执着哪来的善恶是非真假，通通都没有。一切善恶是非真假都是世间的凡夫在虚妄分别那修道的人是不搞这些东西的，所以他根本见不到这些东西他当然不会去说别人的过失也不讥他过。这就是六祖讲的不见世间过的道理在修行团体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持戒很严的人戒律呢持得很好，那不知不觉中呢，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常常听到他在批评这个人破戒，那个人犯戒，那一讲的就气呼呼的。这样的人呢，也很难修定也很难得定。为什么？因为虽然持戒严谨是好事，但常常看到别人不能持戒，自己心生烦恼看到这个人破戒，看到那个人不持戒，或看到这位志工的这样做法好像不如法，他就心就不平就生起烦恼这就是心不清净心不清净怎么能够得定？
所以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是在提醒我们自己要先要求自己境界清净啊。别人清净不清净跟你无关，不必去理会。你心清净就得定了，心清净就喜悦嘛。心清净就不会一看到别人犯错，自己马上就心生烦恼。心清净才能耳顺，就不会听到是是非非啦。即使听到或看到，也不会放在心上啦，而是随起随灭啊。心上无痕啦，不至心中啦，这个意思啦。那孔子讲的六十而耳顺，耳顺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随缘呐。那不见世间过就是耳顺，常常见世间过，不止不耳顺，也算是眼根不清净的。人家的优点你都看不到，你净看别人的缺点。对，常常会看到别人的毛病，其实那就是自己最大的毛病。为什么有些人呢很容易看见别人的毛病呢？因为六根着外面的境界叫做着相，跟境界沾染了。那六根就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嘛。六根着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造成里面产生什么？贪嗔痴慢疑嘛。所以他才会看得到，否则的话他怎么见得到呢？自己照顾自己都来不及了，哪里还有时间去管别人呢？是吗？我们凡夫就是很容易见他人过或世间过呢，却不见己过，所以才会衍生一堆的烦恼啊。如果能只见自己的过失，而不见别人的过失，那这个人就算开悟了。再进一步，能把自己的过失也修正过来，这个叫做真修行。这样就是在忏除业障啊，这是学佛的基本态度，值得我们互相鞭策。在佛的眼睛里面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在凡夫的眼睛里面呢，看一切诸佛都是凡夫。所以，我们如果想知道自己是处在什么样的境界呢？自己是什么程度呢？不必去问别人啦，问自己就可以了啦。如果你眼睛看每一个人都是菩萨，那你自己已经是菩萨。如果哪一天你眼一睁开，一看尽虚空遍法界都是诸佛，那恭喜你，你成佛了。如果你修炼好多年的，眼睛看众生还是凡夫，那你一定是凡夫，不必问别人，自己反观自照一下就知道了。同理呀，你想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也很简单就能判断出来。如果眼睛一看身边个个都是好人，那你一定是好人。如果你看到旁边都是坏人，那肯定你自己也是坏人。听起来很恐怖，有时候好像我们也是坏人呢，是吗？这个跟佛心看人，人人是佛；鬼心看人，人人是鬼；疑心看人，人人可疑，道理是一样的。这就是真理呀。因为所有一切万法都是自心变现出来的，叫做自性显现呐。另外有一个道理也是很重要啊，就是善人是佛，恶人也是佛。他行善我们就赞叹，他造恶我们不赞叹。但是我们对待善人或恶人呢，或对君子或小人呢，恭敬心是完全一样的，叫做慈悲等观呐。不过对坏人或对小人呢，虽然我们是以礼待之的，但还是要懂得保持距离才会以策安全不能好人跟坏人打成一片或者跟好人打成一片跟坏人也打成一片，这样就变成烂好人了，也就是没有原则跟没有智慧的好人。所以分寸拿捏也是要恰到好处啊。蕅益大师呢教导我们蕅益大师是明末清初的高僧，是净土宗第9代的祖师啦。他说
近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呐、小丑的丑啦，意思是说，物质环境跟人事环境，一切人事物都是清净平等，没有善恶、邪正、是非、好坏之分。之所以会有分别，那是我们凡夫自己去妄心去做分别。善恶、邪正、是非、好坏从哪里来的呢？是我们自己的心念起起伏伏、变来变去而起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跟执着，跟外面的境缘是不相干的。这个跟我们读书会常常讲的，命运没有好坏之分啊，法也没有正邪之分啊。之所以会有分别，那是我们凡夫的妄心分别啦。那道理都是相通的。那凡夫还未彻悟真相之前呢，很多事情看到的只是外相或假象，看不清事实真相。所以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即使看到别人有过失，我们也不要去轻易批评，说不定那是菩萨来示现的哦。诸佛菩萨应化来这个世间太多太多了，道场里面呢，看起来都是凡夫，但是也有圣人示现在其中哦。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圣，哪个是佛，哪个是菩萨？那我们要怎么去对待呢？去对待这个人群中的每一个人呢？我们只要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诸佛菩萨，一律平等的恭敬对待，恭敬的平等的供养，这样礼敬诸佛啊，我们就保证了不会有过失啦。这个就是正言上人所讲的，以慈导悲，以悲启智，以智显慧，以慧等观。以慧等观就是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诸佛菩萨，一律平等的恭敬啊，这个是很高的、很亲近的修行境界啦。啊，我们学佛就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迈进。佛陀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啊，也不能帮我们觉悟啊，但是佛陀告诉我们方法。佛陀曾经对阿难说啊：“阿难，汝当自为舟。”汝就是你的意思的啊，跟阿难讲了：“汝当自为舟，汝当自归依，勿他归依，当以法为师，以法为依归啊。”那阿难就问啊：“那怎样才是依靠自己呢？怎样才是依靠法呢？”佛陀就回答了：“以自己的身体去观身不净，以自己的感受去观受是苦，以自己的心念去观心无常，以自己的想法去观法无我，身受心法。”以这样的内观觉察来止息一切忧悲苦恼。佛陀讲了，我入灭后能够这样修行的人，一定能够达到很高的成就，那就是我真正的弟子了啦。这一段佛陀的教诲中呢，重复说了几次自己的身、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心、自己的想法，都是强调反观自照啊。这个就是佛法摄念处的修炼法门，所以修摄念处也是很重要的啦。那这个跟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的教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什么是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的教法呢？我们读书会曾经有讲过，我们再重点提一下：自依止就是依自己的智慧，法依止就是依正信的佛法，莫依依止就是不要去依靠外来的神力、神教、外道或怪力乱神等等。那由此可知呢，学佛之路也是自觉之路啊。也就是从观察自己在生活上、行为上、学习上、觉察上等等，不断的去做出反省跟内观啊，从中找出自己的弱点，并加以改进，一直到灭掉了陋习，转为良好的习惯为止啊。总而言之啦，不管是只见己过，不论人非也好。或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也好，
或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也好，或静坐常思己过也好，都是强调自省与自觉之道。而自省与自觉还是要回归到佛法的精神，也就是反观自照。能反观自照，自然就能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好，我们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感恩大家。